这个就和坐飞机要联系起来了。我们怎么能坐飞机的？怎么想到去坐飞机的？这个事儿是非常偶然，非常偶然，不是我们未卜先知。我们有很高的理论水平，很发达的信用，很发达的信息去做这个事情，想都不敢想。这就是说到一个企业的文化，一个人的品行。如果说一个目光很短浅，行为不端正，一天一没想心事，想做小生意的人，做不到这一点。一个人的行为每天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边，为什么看不起商人呢？就商人奸诈，就士农工商的排行，只有社会地位排行就是士农工商是最后一行。这个社会地位极低，他就是老是斤斤计较，也计较眼前利益，他和这些文化符号是联系在一块儿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的企业家，特别是中国企业家，急需要补上这一课，要目光远大，要有品质，要优良。所以这就反映在南德的那个当时创办的一个内刊，就南德世界。很大影响，在民营企业界，在社会各界有很大影响。一直从那以后嘛，就是飞机做成以后，就开始总结经验的时候，就91年还是90年那个时间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反正就创刊了一个难得世界，眼睛看多远那个世界，就是一定要有眼界。眼界的发刊词是我写的，我提出一个标准，我想如何能够反映出来做生意的人，做买卖的人，现在做企业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？这个词儿，我想必须是个单音词，我想了很久。这个词儿是一个单音词，什么企业家，什么企业家，啰里啰嗦说一半天，它表达不容易，也不能够容易上口。我想到中国有儒将历代，你看那个攻城夺地、冲锋陷阵，儒将，他除开这个巨大的体力和勇气以外，很儒雅啊。很多历史上描写了很多儒将，这个除开这个攻城夺地，刚才讲了千军万马，他行为儒雅，理想高尚，眼光远大，好，叫儒将。我想到这儿，把移植过来，儒商这个词儿，反正不知道人家怎么看的。以前反正我没看见过，我认为是我发明的，也许不是我发明的，也许以前有人想到过这个事儿，我就提出了儒商。那篇发刊是我写的，造就一代儒商，就造就一代人，就是我们中国人，就社会地位应该，商人本身应该自强。就企业家应该自强，不要认为士农工商，你最坏就是那个最磨层最底层是那个商人，社会地位不高。除开怎么纠正这个事儿呢？要自强，要儒雅，行为、知识、道德要自强，要自爱。所以我就提出来一个口号，那发刊词现在还在。昨天我看见了，他们找到了一些旧式资料的时候，找到了造就一代儒商，提出了口号，这个口号。当时我们就是这个是一个目标，就是我们那个公司的一个目标，这是一个更大的背景。为什么能做成这个事儿？儒商，你自己至少不要一天斤斤计较自己的利益，至少有爱呀，友善呐，能够乐以助人呐，这些东西应该有，起码的品质，起码的行为。我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我只要我有能力许可，我尽可能帮助人，因为正是因为帮助人，就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我就得出来坐飞机的机会来了。这来源两个机会，我怎么想坐飞机的呢？我怎么想得出来呢？当时乘飞机的机会也还不多，没乘过几次飞机。
我怎么想的做飞机业务的呢？去买飞机的呢？不是我想买飞机，是很偶然。刚才讲了一个企业家应该具备的一些品质，就是自助商，你起码应该有爱，帮助别人。当时有个部，我不愿说什么部了，哎，回避不了这个事儿，因为后边还要涉及到这个部，就是航空部、航空工业部。航空部长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健在，也不要说名字了，就可以隐去了。因为在改革，他这是一位在部一级很主张改革的同志，所以接触机会很多，就是会有很多理论研究的场合接触过。他的一些周围的工作人员，他的秘书啊、办公室啊这些都很熟，变成朋友了。有天他一个办公室主任，是个什么办公室主任找到我，都不太好意思和我商量，说部长讲了，说请你帮忙。你说帮个什么忙？一个部长要我帮什么忙？俄罗斯航空工业部过来一个代表团，部级代表团访问中国。当时俄罗斯那个90年了，到90年了，当时俄罗斯已经开始动乱了，生活条件很差。他来在我们航空，根据当时的这个可能之间有这个协议，应该由我们国家航空部接待，接待以后所有费用该我们承担，接待多少天，当时计划经济要报另外一个部门批准，就部里边不能够批准，他没这笔预算。那个俄罗斯的一些航空工业部的领导呢，他来了，他们国家也很乱了，生活条件极差，在北京吃得好，喝得好，玩得好，他不愿走了。那部长不能赶他走啊，说我们今天没接待费用了，我们要向另外部门申请，财政部申请那个接待费用，也说不出口啊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就派他秘书，这秘书现在现在还在北京，来找我，找老穆，他是私营企业，请他帮我们接待几天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朋友嘛，我们那儿反正是盈利很大，帮国家帮那部委解决了困难，也没什么事儿，接待几天嘛，也没想到后边坐飞机。当时于是他们就把它交给我们，说我们有个民营企业怎么样，我这怎么个介绍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没想到要坐飞机。当时他为了慎重，就把那帮那个俄罗斯航空工业部的领导，就在我现在记得很清楚，就钓鱼台，就现在这个钓鱼台，国宾馆的钓鱼台那个地方，一栋楼租下来半天嘛，是一天，就我们付的钱，对吧？这个部长交给我们，然后我们下一个阶段，离开我们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，怎么给他们接待了。好，我们就算我们接过来了。那帮俄罗斯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到这么豪华的一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接待他们，吃一餐饭，就把接到我们公司。我们公司有个宾馆，好，接在那儿安排下来了。我们没想着干什么事儿，不外乎就是当成外国朋友接待，好吃好喝。我们就直接有食堂，也吃得非常好。他们就成天在那儿吃，有时候我去陪一下，喝酒。那我就发现俄罗斯人特别能喝酒。我们的服务员告诉我，说某种他们除了喝酒以外，他们这点吃啊，还把剩的酒瓶儿就拧走了。你想，我们当时很有钱，当时我们是做的已经很富裕了。我是就给他们那个宿舍里边，一个宿舍里边摆一箱酒。当时我记得是五粮液，我们最好的酒嘛，像茅台好，这是五粮液好，摆一箱。他们更不想走了，在我们这吃了很久。好，我们也没想到他今后会坐飞机，就认识他们了，就这点事儿。这也和坐飞机没什么关系，就是用民间语言说，积德行善有好报。我们就是和他们认识了，也没想到坐飞机。好，另外还有个，除开这个一个航空工业部以外，还有批空军老同志，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洋房店15号办公，
我们的后门就是空军司令部的大门，隔一条街那么远。因为空军的领导人出来呢，要经过我们那条街出嘛，都有车嘛，出都有车，他也没看见过我们。就有一天，有一个现在这个同志去世了，我就可以说名字了，海军航空兵司令部的参谋长韩定平，我现在听说好多人没见过面的，我从牢里边出来没看见过他，我打听说已经去世了，他找到我说：“老穆，你帮个忙，又要帮忙了，又要喊我帮忙了。”我说：“没说帮什么忙嘛？”他说：“你们不是空的房子吗？我们那房子很宽，我住了2栋楼，你借层给我们。我们的司令啊退休了，他们想聚会一下，议论一下国家大事啊、学习啊那些，没地方。军营里面哪有退休的人聚一起来议论国家大事啊，讨论干什么事儿啊？说他们想为老区建设服务，过去在山上就是在老乡支援他们，在打下了江山，现在当了司令了，退休了，心有感觉很亏欠的一些乡亲，他们想组织一个怎么去帮助那些老区建设那些同志，要开会研究没地方，所以你不是还有很多房间嘛，很多空房，很多一栋楼嘛。我说这个不是我们空在那儿的，没什么用啊。他说就请那帮老同志，你们就招点茶水，派个服务员，给他是来了以后，请他们泡点茶，就这点事儿。中午回去反正没有食堂，随便吃。请老同志要派车，我们公司也有车，汽车班也很多车，有派车，就这点事儿。啊，对，我们干去服务，对老区建设，对老区的一些贫苦农民啊那些总有点帮助。我这样想的，就给他们安排了1层楼办公，他们在那儿开会，开了大概很长时间。我感觉他们认为我们服务太好了，没提出过任何要求。我们也不知道对他们什么要求嘛，我们做我们的生意，他们研究他们的那个业务。还有一天就叫我去，说老穆，我们来讨论个事儿。我们研究这么久啊，要去如何报答当年养育我们那些农村的那些高山的一些农民，现在很穷很痛。我们来组织一个老区建设促进会。当时李先念是那个扶贫基金会的那个头儿，和他们有很多联系。李先念同志去世，扶贫基金会呢，就国家一个扶贫基金会，他们就相应的来组织个老区建设促进会。他们的级别还不够，就让你叫我参加，因为我参加嘛，不要是给钱，服务就是干什么事我只有一个义务，就是吃饭的人更多，派车的机会更多。花钱更大，反正我也没当成事情，反正我做我的买卖也和没什么往来。他们最后就是还带我去见过伍修权同志，他找个常委出来你投，常委要组织一个要当时那个还没有那么多那个这样会那样会很少，就扶贫基金会以后就出现中国第一个协会，就老区建设促进会，现在还在。找了一个秘书，我记得空军的，怎么找的我不知道，叫邢泽华，这个人我现在记得名字叫邢泽华。好，因为我要天天服务啊，天天去付钱啊，签证账单啊，把我也安排进去了。这老区建设促进会，反正服务。